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赵丽颖国民度日瓶颈《向阳花》首日票房仅3200万，不及动画电影。2025年清明档的票房榜单上，冯小刚执导、赵丽颖主演的文艺片《向阳花》成了最尴尬的存在，预售48小时狂揽8237万刷新文艺片纪录，上映首日却仅剩3200万票房，上座率4.7%，跌至档期倒数，排片率25.4%，却仅贡献20.5%的票房占比，甚至被同档期动画电影碾压。这部被赵丽颖粉丝称为转型里程碑的作品，用一场惨烈的票房倒挂，撕开了中国电影市场的残酷真相。顶流演员的光环不再万能，文艺片的生存空间正被挤压殆尽，而观众对沉重叙事的耐心早已被短视频时代的快节奏消磨殆尽。向阳花的预售神话曾是业内外公认的爆款预告。冯小刚的导演光环，赵丽颖的转型深蹲，女性互助的议题热度，再加上带伤拍戏方言挑战等营销话题，让影片预售阶段收割了无数目光。灯塔数据显示，观众中女性占比84.1%，一线城市文艺青年与赵丽颖粉丝的双重 buff 加持下，影片一度被预测为清明档黑马。然而，当真正走进影院的观众发现，这部影片既没有我不是药神式的社会爆点，也缺乏消失的他的悬疑爽感时，预售的虚假繁荣瞬间崩塌。首日票房仅3200万的成绩，不仅让预测5亿票房的豪言沦为笑谈，更暴露了赵丽颖的国民度遇到了瓶颈。从风吹半夏里的女企业家到幸福到万家中的农村女性，赵丽颖近年来的电视剧作品一直以坚韧女性形象示人。然而，当她将这一套路复制到电影领域时，观众却不再买账。向阳花中，赵丽颖饰演的刑满释放母亲高月香，为了给聋哑女儿筹钱装人工耳蜗，不惜游走在犯罪边缘。蓬头垢面的造型，伤痕累累的肢体语言，加上导演冯小刚刻意追求的纪实美学，让角色显得压抑而沉重。尽管演技获赞颠覆性突破，但观众用票房投票的态度异常明确，看哭了但不会二刷赵丽颖的悲惨人设已审美疲劳。更致命的是，部分观众认为她的角色与乔妍的《新式浴火之路》中的狠妹形象高度雷同，直言换个发型就能演新片，赵丽颖该换个赛道了。作为中国第5代导演的代表人物，冯小刚曾凭借《甲方乙方》《非诚勿扰》开创国产商业喜剧的黄金时代。然而，近年来他执着于《芳华》《只有云知道》等文艺片创作，却屡屡遭遇票房滑铁卢。向阳花延续了其社会批判加纪实美学的风格，二手服装、手持镜头、方言对白，试图用真实感戳中观众泪点。但现实是，60后导演的创作思维与90后、00后观众之间横亘着一道鸿沟。灯塔数据显示，影片观众中30岁以下群体占比不足30%，下沉市场贡献率高达74%，而这2大群体对压抑题材的接受度极低。更讽刺的是，冯小刚试图用赵丽颖的85花流量撬动市场，却忘了观众早已厌倦了明星堆砌演技的套路。当导演的作者性与商业逻辑激烈碰撞，输家永远是夹在中间的作品。向阳花的票房惨败，本质上是清明档残酷竞争的缩影。今年清明档共有16部新片厮杀，其中不说话的爱、我的世界大电影等强类型片凭借精准定位收割票房，而向阳花却因题材沉重沦为炮灰。首日25.8%的排片率看似风光，实则暗藏危机。
2、3线城市影院未完成排片任务强行上映，但上座率峰值仅12%，大量影厅沦为包场工具。更致命的是，片方将宣发重点放在赵丽颖的转型人设和冯小刚的导演情怀上，却对影片的核心矛盾避而不谈。当观众发现女性互助只是口号，底层生存缺乏真实细节时，再高的排片率也救不了口碑崩塌。猫眼数据显示，向阳花的购票用户中，因赵丽颖主演购票的占比达58%。但因题材感兴趣购票的仅22%，这残酷地证明，观众早已厌倦了为情怀买单，他们需要的是能引发情感共鸣、提供情绪价值的好故事，而非明星堆砌的演技教科书。向阳花的票房失利，或许会让资本更加追捧热辣滚烫式的商业狂欢，但中国电影需要的不仅是爆米花电影。那些关注底层尊严、探讨社会议题的作品，就像影片中高月香为女儿攀岩的17小时过程艰难，但唯有坚持才能抵达光明。赵丽颖的国民度是否遭遇瓶颈？冯小刚是否还能东山再起？这些问题的答案或许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当行业不再用票房绑架创作，当观众学会为真心鼓掌时，中国电影才能真正迎来向阳而生的春天。2、赵丽颖向阳花，一场精心策划的电影圈生存实验。当赵丽颖在向阳花出品人易兰与龚宇、傅若清并列出现时，观众才惊觉这位拼命三娘早已悄悄完成了从演员到资本方的蜕变。这部聚焦女子监狱与出狱重生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，不仅是她冲奖的野心之作，更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电影圈生存实验。从第20条好秀萍的百花奖女配，到浴火之路被删成工具人，再到如今带着向阳花零片酬带资进组，赵丽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叫自己捧自己。冯小刚的市井叙事撞上监狱高墙，擦出的火花远超预期。电影中赵丽颖饰演的高月香为给女儿凑人工耳蜗费用铤而走险入狱，出狱后与兰西亚、绰妮、王菊、程潇组成女子天团对抗命运。这种监狱姐妹花的设定本容易沦为狗血，但冯小刚用手持镜头和一镜到底的长镜头强化了真实感。比如赵丽颖在酒店后厨持刀对峙老板的那场戏，镜头跟着她的脚步摇晃，观众仿佛能闻到油烟味和铁锈味。更绝的是，剧组直接在真实监狱取景，连监狱里的铁门开合声都保留原声。这种把摄影机扔进生活的拍法，让向阳花有了纪录片般的粗粝质感。流量转型3板斧半惨加手语加社会议题在今年清明档集中爆发。赵丽颖在片中虽非聋哑人，但与狱中聋哑姐妹的手语交流戏码占了近1/3，甚至带动整个剧组学起了手语。这种操作并非孤立，张艺兴在《不说话的爱》里饰演聋人父亲，为演好角色提前数月与聋人生活在一起，连吃饭夹菜的手势都模仿得惟妙惟肖。谭健次的震耳欲聋更是直接启用30多位聋哑演员，连群演都要求必须真聋。这波聋哑人题材扎堆，让观众调侃现在不演个聋哑人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在冲奖。不过这种扎堆也带来了意外之喜，不说话的爱里聋人演员王仙鹤本色出演，把被骗保的无奈和父爱的隐忍演得让人心碎，连专业影评人都惊呼这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。对比朱一龙的飞升之路，赵丽颖的电影突围战显然更艰难。朱一龙靠人生大事17亿票房和金鸡百花双影帝成功破圈，背后是他从镇魂流量转型时的孤注一掷。为演好殡葬师，他在殡仪馆观察入殓过程，连抽烟的手势都要反复琢磨。而赵丽颖的困境在于，她的电视剧国民度反而成了电影圈的负资产。尽管知否让她成为85花顶流，
但电影圈始终认为电视剧咖扛不起大荧幕。这种偏见在《浴火之路》被删戏事件中达到顶峰。